大家经常听厨师说的热锅冷油是什么意思？在家如何做出有锅气的炒菜？粘锅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铁锅、不锈钢真的可以做到无涂层不粘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阳光，今天咱们来讲炒菜的锅温。咱们用铁锅炒菜，一般的操作流程是这样的：先开大火，把洗锅残留的水分烤干，倒入植物油，让锅面的每个部分都完全浸润上油脂。这个时候锅润好了，油也已经达到烟点了。我们把锅里的这些热油倒出去，再加入新的室温植物油，也就是所谓的凉油，然后就可以进入正常的炒菜流程了。这整套操作就是厨师所说的热锅冷油。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为了不粘锅。我们知道，粘锅的本质就是食物和锅的分子之间产生了化学键。首先，从锅的角度说，润锅主要就是为了让食用油受热、交联固化，形成一张低表面张力的油膜，提升铁锅的不粘性。食用油交联固化的温度大约在200度左右，而这个温度对于大多数食材的烹饪都太高了，所以润好锅之后，我们需要把热油倒掉，再加入凉油才能烹饪食材。同时，这样操作也可以让油膜再次受热，交联固化得更好，不粘性更有保障。第二，粘锅不仅和锅具有关，和食材也是高度相关的。蛋白质最容易和金属形成化学键，所以粘锅的风险最高。碳水化合物其次，而蔬菜主要是水和纤维素，所以炒月蔬菜基本没有粘锅的风险，也不用润锅。理解了热锅凉油的原理，我们在家要辩证的操作。专业厨房的火力很大，所以凉油下锅的一瞬间就已经不凉了，可以快速达到适合烹饪的温度。我们在家里烹饪条件不同，就没有必要模仿餐厅的流程，用少量的油润锅之后，可以直接加入炒菜所需要的油量，适当降低油温，再下食材就可以了。这样不仅更省事儿，也能规避食用油反复加热的健康风险。而且，如果你要下入大量食材，甚至可以考虑热锅热油，因为凉的食材会降低锅温，专业厨房火力大，可以快速恢复，而家庭厨房的火力小，就需要在更高的油温下入食材，才能获得类似的成菜效果。炒上加满味的肉丝或者豆芽的时候，就可以适当提升初始油温。对于家庭炒菜的所有食材，大家都注意务必要擦干或者是控干水分，因为蒸发水分要消耗很多能量，等食材表面的水分蒸发完，内部升温又出水了，所以带着水的食材在家庭厨房是炒不出锅气的。美锅下的食材也千万不要太多，原因也是为了和火力相匹配。最后我们要明确一点，热锅凉油特指的是铁锅烹饪的方法，对于不锈钢锅也适用。如果你用的是特氟龙或者有任何涂层的不粘锅，那遵循的完全是另一套规则。聚四氟乙烯的表面张力已经很低了，所以干烧、润锅这些动作都是没有必要，甚至是有害的。推荐冷锅直接加油再开火，炒菜的时候锅温也不要超过180度。好，祝大家都能炒菜不粘锅，道道有锅气。相信科学，享受生活。我是阳光，咱们下期再见。